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之前呢，我做了一期去沃夫冈牛排馆探店的视频嘛，之后呢，就有很多小伙伴私信跟我说，能否再做一期关于茹丝葵牛排馆的视频。如果大家对魔都牛排馆比较感兴趣的话，应该会了解到，在很多的美食点评或者评论网站上面嘛，有一个魔都牛排3剑客的称号，也就是说有3家牛排馆在上海魔都特别出名，其中一家呢就是我之前去过的沃夫冈，另外2家呢就是茹丝葵和罗斯福。那既然小伙伴们对茹丝葵这家牛排馆特别感兴趣，那我们今天就去这家店尝一尝呢，它和沃夫冈这2家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出发吧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家店了嘛，然后看上去的环境和桌面这个布置的感觉呢，比上一次吃那个沃夫冈的感觉很好一点，因为它的桌布很新很干净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的菜品怎么样。最直观的对比就是他们家的菜色啊，会比沃夫冈更加丰富一点。然后他们这边烹饪牛排的方式也可以看到，也是用那种萨拉曼达单面焗炉的方式来做牛排的，980摄氏度。然后呢，他们端上来那个盘子的温度也特别高，这样它牛排保存熟度的方法会比较好，吃起来呢就不会影响它的快感，冷的不会太快。OK， 那简单的看了一下呢，我觉得我们首先点一份他们这边的招牌前菜新奥尔良煎虾，然后呢再配合上一个新奥尔良的蟹肉糕，和上次做一个对比啊，也点一份这个茹丝葵的经典沙拉，然后呢再来服务员非常推荐的这个海鲜龙虾汤。牛排呢也跟上次的差不多，也点一下这个红坊牛排吧，也就是比较厚切一点的剔骨牛排。后面呢这些小菜嘛就随便点一点，让我和我的小伙伴能够吃饱，给他一个上菜的时间。那在等的这段时间呢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那茹丝葵这家餐厅呢，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美式牛排馆。如果很细心的小伙伴看菜单的话，就是说他们很多的菜啊命名都会说是什么新奥尔良，那其实呢就是他们的发源地所在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引进中国就有一点好玩的，是一个台湾的代理商把一个美式牛排馆引进到了咱们大陆。那既然上一次体验过了沃夫冈，那今天呢我们再体验一下沪上牛排3剑客的另外一家茹丝葵，看看它这个味道会怎么样。先尝一下它这个餐前面包味道怎么样？它这边呢搭配这个餐前面包的黄油跟其他不一样，其他都是那种块状黄油嘛，而这个有点像奶油状的黄油，涂一点这个 cream 状的黄油上去。它这个法棍是烤过的，外面是脆脆的，然后呢里面是有点蓬松软软的那种感觉。他们那个黄油啊香气不是特别重，但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盐味在里面。面包是挺好吃，这个黄油就有点差点味道，不够香我觉得。但是呢，也比沃夫冈的那个餐前面包好吃一点。首先呢，这家店的上菜速度还是挺 OK 的。让我比较意外的呢，就是它这个蟹肉糕也应该是采取那个单面焗炉的方式来做的，因为它的这个盘子非常的烫。我们切开来看一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一次切上去的感觉呢，就是比较松软的，不像上一次在沃夫冈吃的是会比较紧实一点。但是它的味道怎么样，我们要考量一下。口感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它的味道会比我之前吃那个沃夫冈好一点，因为它的蟹肉的这个新鲜程度啊，包括它的第一口的味道，不像沃夫冈那么咸那么腥，它的腥气是完全没有的，甚至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鲜味在，这点是挺好的。再来尝一下挤过这个柠檬的，这个柠檬还是挺贴心的，它外面套了一层网嘛，然后挤的时候呢，那个籽啊不会过滤出来，挤出来的汁呢就会很纯净。挤上柠檬汁之后呢，会好更多。但是这个蟹肉派在美式牛排馆，总的来说呢，如果说沃夫冈是很差的话，那这个只能算一般。这个价格我还是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高的。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虾，它这个虾呢是外面裹了一层这个蒜泥黄油的这个 sauce， 闻上去呢这个蒜蓉的味道特别香，尝一下。虾肉的肉质呢还是比较紧实 Q 弹的那种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 sauce 调得不好，不是特别咸。然后呢，蒜蓉有它的香气在，但是呢也不会显得那么冲，挺好吃的。我觉得这个虾会比这个蟹肉更好吃一点。加点黑胡椒。2道前菜品尝完之后呢，让我感觉啊，虽然说是很好吃，但是还不至于到达很惊艳的地步。现在我点的这一份海鲜龙虾汤也上了。首先它那个龙虾的香味啊，就是扑鼻而来，非常浓郁。这个汤的质地啊，感觉也比较好。那我们呢尝尝看它的味道。虽然说是海鲜龙虾浓汤嘛，主要还是以汤为主。然后呢，上面撒了一点这个黑胡椒，还可以看到就是零零散散的有龙虾的肉存在。哇，好鲜啊，而且好重的这个龙虾的味道。我觉得这个汤还蛮好的。
而且它这个浓汤的质地不错。首先它的口感呢是比较绵柔和浑厚的，有一点点那种浓稠的厚重感在，但是喝起来呢却不会有那么阻塞、那么便秘的感觉，厚重呢但不失柔顺。而且我觉得它的鲜味调得非常好，可以。这个汤好喝的。喝完汤，接下来就是这道沙拉。看这个摆盘呢，确实比沃夫冈好了不少。上面呢是炸好的洋葱丝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很普通的这个生菜沙拉了。我们把它怼开来看一看，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乾坤啊？东西还是蛮多的，好不好？有那个蘑菇、生菜、紫甘蓝，还有这个炸好的这个面包块，把它拌在一起。尝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啊？这个油炸好的洋葱丝让我有特别新奇的感觉，非常的脆，而且洋葱的味道非常香。本来它这个 sauce 呢是用柠檬和罗勒调制的，然后呢整体的风味我觉得是比较偏淡的，加上这个炸完的洋葱之后啊，就显得特别的香。我喜欢它这个洋葱炸完很香的这个味道。它里面还有火腿，刚刚我嚼到了，那个火腿的味道也比较浓郁，料是真的多。剔骨牛排已经上来了，厚度特别的厚。然后呢，我看了一下它的侧面啊，煎的也非常棒。然后还有这个烤玉米，以及这个芝士薯角，还有这个一些烤芦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荤素搭配。我们看它这个侧面煎出来这个颜色情况嘛，它这个肉温控制的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可以看到它这个汁水特别丰厚。剔骨部位上次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，就是一块是西冷，然后另一块是菲力嘛，两块我都让服务员帮我加了一块。那么分别尝一下这两个部位肉的味道。我觉得它这边有一点特别细心的，就是说它分食的这个餐盘嘛，它也是帮你用烤炉，应该是预烤过的，它的这个温度特别高。其他牛排馆嘛也会像他们这样用这种单面焗炉的方式，它虽然这个盘子的温度是很高的，但是呢，你使用的盘子不一定有这么高。反正花里胡哨这么多，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口味。这边的牛排呢是经过28天的那个湿式熟成的，我问了一下嘛，它吃起来的那个汁水呢会比较充盈一点。菲力这块部位呢吃起来特别的嫩，这个牛肉味保存的质量也不差，还是比较香的那种。很难去界定这两家店到底谁好谁坏，因为我觉得这两家牛排都非常好吃，很难去界定。我上次不是自己在家也买了一个这个萨拉曼达的那个单面焗炉嘛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跑的没有他们这个牛排馆的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还得再练一练。再尝一下这个西冷这块肉，这边的餐具也用的挺讲究的。切牛排，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？就用普通的那些牛排刀，它切起来并不是特别锋利，很容易连在一起。它这边就是用双立人这个刀具，切起来就非常顺畅。下次我也一定要买一个这个厚底的盘子，加热起来。有可能你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我这边还在冒热气的那种感觉。西冷这一块肉就是有一点点嚼劲，有点那种筋膜感嘛，没有刚刚那一块嫩，但是说味道会香很多。因为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追求一点牛肉的香味的。我个人自己私下吃呢，也会比较喜欢西冷这块部位。我觉得湿式熟成和干式熟成最大的区别啊，这块汁水明显比上一块多很多，但是呢，干式熟成完之后，它就有它的奇异的香味，就是那种坚果和奶酪的香味嘛。湿式熟成没有，就是很纯粹的那种牛肉的味道。我好像记得这边的牛排的价格会比沃夫冈那边便宜一点，沃夫冈那边好像是1600一块，我觉得这个厚度啊是跟沃夫冈差不多的，但是呢，只有1100块钱一块。因为萨拉曼达这个技术确实，它就是说表面的温度容易高，但是呢也容易焦化。这边焦化层控制的比那边稍微好一点点，也会略有一点点苦味，这很正常。比沃夫冈那个黑的那么多已经好很多了。但是湿式熟成和干式熟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我个人感觉我会更偏爱那个干式熟成一点，湿式熟成有点缺乏一点味道。单论这个做牛排的功力来说，再包括这个食材，我觉得这家店呢28天湿式熟成，汁水非常浓郁，但是呢牛肉的那个香气啊，我觉得就是说熟成会有更好，当然也要看你个人的选择。有些人会喜欢干式熟成那种奶酪味和坚果的香味，有些人就比较喜欢纯粹一点的牛肉味，都可以。但是两家的做牛排的功力还是一样的，只是有可能针对的点不一样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这家店的探店之旅到这边先结束了，剩下的菜呢，我再跟我的小伙伴好好吃一下，然后顺便聊聊天。待会儿回去呢，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。
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。Wolfgang 和茹丝葵这2家牛排馆呢，单论牛排的话，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Wolfgang 的，因为毕竟那一块是干式熟成的牛排嘛，而且我觉得湿式熟成的那个效果吃起来呢，并不是特别明显。但是价格方面呢，一块是1600块钱一块剔骨牛排，而那一块呢是1100块钱。这个价格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觉得这1600块钱的干式熟成牛排还是挺值的。说完牛排呢，再说一下这2家餐厅其他的一些点吧，包括他们的服务，包括他们的菜色以及价格。我个人觉得呢，都是茹丝葵会比 Wolfgang 更好一点。像包括它的前菜龙虾浓汤，以及我后面点的那些玉米啊、芝士土豆这些配菜呢，我觉得它的口味都会比 Wolfgang 高一个级别，吃起来呢会更好吃。而且呢，最关键的就是说它的价格也会比 Wolfgang 低很多。我们看了一下菜单嘛，基本上一个蟹肉饼对比 Wolfgang 的话就要便宜将近100块钱，然后其他的菜的话也会零零散散便宜20-30块钱。我们这一次是4个人过去吃，一共吃了2500块钱左右，包含了服务费。跟我们上次3个人去吃 Wolfgang 呢，其实的价格是一样的。之前我们3个人吃的非常饱，然后这一次我们4个人吃的也非常饱，所以综合下来包括牛排，包括其他菜，包括他们的服务。如果说大家是第一次去这种比较高等级的牛排馆的话呢，我个人就比较推荐去一下茹丝葵的，因为它的综合分数在我这边来说更高。如果说你对牛排这个领域特别专精的呢，或者说只想吃牛排的话，那我更推荐去 Wolfgang。OK，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这边先结束了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麻烦帮我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我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